姐姐，救我！妹妹还不知道吗？你击逼那天是喝了我弟的酒，才会身热难耐，被那个书生诱拐上床。你说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开！不要！不要！赶紧送走，丢人现眼！哎，快看！大小姐不可！妹妹，你嫁人后要是有什么困难，就来找姐姐。起驾！这真千金又怎么样？居然做出那种事，真是丢人！还是江大小姐好，心善又尊贵。对，是吧？原来是你骗我！我被段元活活打断双腿，被他传染了一身的花柳病，伤口溃烂，浑身流脓，命不久矣。竟然都是因为你！你是真千金，等你击逼嫁给太子的好婚事，还能轮到我吗？我只能用点手段。你啊，认命！江锦荣，若有来世，我定要你血债血偿！两位皇下，多望客气，请。妹妹今日吉夕，姐姐敬你一杯。前世他就是用这杯酒，害我落得凄惨下场。江锦荣，既然你这么处心积虑，我就如你所愿。怎么回事？退下！长姐亲自敬酒，妹妹怎敢独饮？这第二杯，姐姐当敬陈王殿下才是。妹妹说的对。殿下，锦荣敬您。好酒。这酒一旦入口，女人瘫软如春水，男人则会兽性大发，不及时疏解，便会血液逆流而亡。心爱的男人和别人在一起，我倒要看看你到时候会是什么表情。江锦荣，这一世我要把属于我的原封不动的拿回来。热，我好热。殿下，您醉了，臣女扶您去厢房醒酒。上一次这样巨细无遗地打量你，还是在前世那个寒冷的冬天。救我！姐姐救我！我是锦河呀！殿下，这是我那远嫁松阳的妹妹江锦河，就是3年前在集集礼上醉酒与书生厮混的那个。既然是太子妃的家事，你处理吧，别待太久。妹妹怎会这么凄惨？姐姐救我！段元那个畜生，娶我后夜夜去青楼，不出1年便花光了我的嫁妆。他喝醉了就打断我的腿，还把外面的病传给我。我忍无可忍，砸了他的头。现在官府在通缉我。
爹娘对我闭门不见。姐姐当年说过，若妹妹走投无路了，可以来找姐姐救济。姐姐救我，段源他分明是个恶鬼，我不想回去。我浑身的花柳斑，好疼好疼啊！求姐姐为我寻个大夫，帮我伸冤，给我条活路吧。我当年之所以说那句话，是因为我早料到你嫁给段源必定生不如死。姐姐，你说什么？当年吉逼礼上，姐姐给你的那杯酒下了毒，段源也是我一早就安排好的，只待你失去理智，他就会趁虚而入，而我会掐着时辰，带着诸位宾客，刚好撞见你们的丑事，所以你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为何？你一回来，我就成了最廉价的榆木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才变成了笑话。府里的下人对我指指点点，哼，就连爹娘也一门心思都放在你身上。我苦命的女儿受了这么多苦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多多补偿便是，以后的日子长着呢。可是蓉儿她自小争强好胜，我担心养了她10几年，她必不会如此不知道好歹。所以你就买通段源回我的清吧。你可知这对女子来说是比命还要宝贵的东西啊！爹娘给你的吉禧礼可真盛大，全皇城的达官显贵都来捧场，你夺走了本属于我的荣光。女子及笄便可议婚，爹娘一定会把陈王的亲事给你。我若不使点手段，今日下场凄惨的就是我。好在现在我是太子妃，你是乞丐婆，你这一生的气运注定都被我抢在手上。你啊，认命吧。下官松阳县知府张琪参见太子妃。妹妹啊，20年前我替你做了丞相府千金，20年后我替你做了这太子妃，你永远都只配活在我的阴影当中，当一个蝼蚁。张知府，江景和谋杀亲夫，潜逃进京，自古杀人偿命。张知府，你可别偏袒徇私。请太子妃明示。就让她给她那可怜的丈夫偿命陪葬吧。带走。是。江锦荣，若有来世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敢算计本王？我本在厢房休息，是王爷突然醉酒冲进里屋，对我。本王酒量极好，今日根本没碰几杯酒，怎会醉成这样？可王爷刚才分明醉得满面通红，理智全无，无论我怎么哭喊求饶都没用。有人给本王下了药。可我今日统共也只喝了酒而已，可只有1杯，还是姐姐亲手递给我。我记得本王最后喝的酒也是你姐姐递的。难道是姐姐？若真是姐姐存心算计，这可关乎名节，我与王爷绝不能再在此酒。绝无可能！锦荣心地温良，绝不可能做出这等下作行径。娘，您别担心，妹妹一定不会有事的。皇后娘娘马上就要驾到了，锦和是吉逼礼的主角，绝不能失了礼数。人呢？还不快给我找！娘，有件事女儿不知该不该讲。什么时候了？快说！刚才有丫鬟看到锦和妹妹似乎和一外男进了这内院花园，现在2人都消失无影。死鬼就是你惹的。
我也是担心妹妹，若是惊扰了待会儿来长眼的皇后娘娘，那可就糟了。江锦荣，上一世你机关算尽，毁我名声，抢我婚事，断我活路。这一次，我会一步一步拿回我的一切。锦和妹妹，你在里面吗？王爷别担心，我去应付他们。王爷从小窗离开。那你怎么办？您放心，今日之事，臣女绝不会透露半个字。我们只是单纯的醉酒误事，相信姐姐不会为难我。王爷，臣女从没想过要以此事要挟王爷什么。妹妹，你若不答应，姐姐可就要推门进来了。姐姐，我有些醉了，在这里小憩。是吗？妹妹的声音为何那样沙哑呀？醉酒会伤了嗓子吗？许是醉酒着了风寒。如此，那姐姐我更要进来看看了。这屋内怎会这次闷热？锦和，你在这里面做了什么？娘亲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妹妹，你该不会是跟哪个野男人在这屋里行苟且之事吧？姐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早说你回府要严加看管。你养母是青楼舞女，你被她带大耳濡视物，难道也跟那群舞女一样自甘堕落吗？姐姐，我的养娘再不堪，也是你的生母，你要口下留德啊！一个舞女被我这张金口评价两句，也算是她死后荣光了。少废话，在及笄礼上就敢与人苟得，难怪你的声音是哑的。奸夫是谁？姐姐，你怎能无凭无据的污蔑我的清白？姐姐一口咬定我有奸夫，又带着这么多官宦贵妇来，难道是有预谋的来捉奸吗？我今日莫名醉酒不省人事，难道这一切都是姐姐的安排？你是不是清白的？只看屏风里有没有奸夫便知。让开！你果然没忍心让我一个人面对烂摊子，也算是个有担当的男人。这江锦和居然真的在和男子私会，居然在及笄礼上就做出这种事，真是有辱丞相府门楣。锦和，你果然是烂泥扶不上墙。这奸夫是谁？不是的，娘。奸夫是谁？我亲眼来看看就知道了。转过身来。姐姐，这都是我的错，大不了我一根白绫吊死，你们不要为难他。让开！是，我叫你转过身来。奸夫是本王，你可满意了吗，锦荣？饶爷，王爷息怒。王爷，怎么会是您？参见成王殿下。王爷息怒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你？你这个贱人！是你算计我，是你！这便是你口中的姐妹情深，你口口声声说王爷息怒，臣女是看到您在这里，怕您被人下药陷害，一时急火攻发才失了分寸。妾身与王爷同窗多年，最了解您的为人，一向来克己复礼，今日怎会如此失态？一定是有人在酒里下了药，图谋不轨。姐姐含沙射影，难道是想污蔑我给陈王殿下下药？你还在狡辩！今日在此，除了你这个受益人，还能有谁？王爷，要证明清白也简单，只需请个大夫来把脉，看看您体内是否有毒即可。去，请李太医。是。李太医，快给陈王殿下把脉！王爷体内阴阳失调，火热内盛，是典型的气血奔涌，损伤脉毛。您应是中了烈性毒物，此毒极为阴损，若不能及时疏解，轻则伤及根源，重则气血逆流丧命。江锦荣，太医的话你听见了？你亲手下的阴毒，
如今全由你最心爱的男人受。好一个丞相府，简直不要命了！竟敢对臣王殿下用这种手段！别息怒啊！爹娘，你们快请起。殿下向来仁善厚德，绝不会无故连坐。王爷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揪出那个下药的小人。锦和，你敢不敢让太医也看看你的脉？姐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可如果你脉象正常，根本没有中毒，那便说明你始终清醒。一个清醒的大家闺秀，见到神志不清的王爷，不想着请太医，反而引妹妹，这还不是你处心积虑设计的吗？一个清醒的大家闺女，碰到神志不清的王爷，该做的是为他请太医寻药方，而不是诱拐他上床。妹妹这么做，不过就是想攀附陈王府，当上陈王妃吗？别装的好像被人强迫，根本就是你有意为之，难道不是吗？你就是想趁着吉禧礼，逼陈王殿下不得不娶你为妻，是不是？姐姐，你怎能这样想我？江锦荣，你料定我没喝那杯毒酒，所以才敢如此笃定。你眼里的杀意都要藏不住了。我没有给王爷下药，我也是受害者。没有，那你赌什么？殿下，这药如此歹毒，如果是两人一起中药，江锦和才算无辜。可如果江锦和始终清醒，只有殿下你一个人意乱情迷，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他自己下药，算计皇子啊！哥哥，明明我才是你一母同胞的亲妹妹，明明我们长得如此相像，可你为了偏袒江锦荣，竟然要把我往死路上推！少废话，太医，请把脉吧。二姑娘，大公子说了，您行迹浪荡，他虽与您有血缘，却羞于与您为伍，让您出嫁后好自为之。妹妹，保重。哥哥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下药，说我清醒，那药是从哪里来？我一个刚回府的庶女，哪来的渠道弄到这种阴毒？除非有人事先备好毒药，趁我不备混入我的酒中。姐姐，那杯酒是你亲手递给我的，你是不是知道那酒里根本没有毒？谁不知道陈王与锦荣两情相悦，就差一道赐婚正珠了？江锦和，你是想抢这门好婚事想疯了吧？才给王爷下药，想着生米煮成熟饭，倒逼王爷娶你为妻。虽说血缘可贵，但某些人流落在外18年，还被那种贱人养大，这样的亲女儿，还真比不过锦荣这样精心培养的珍贵女。江锦和，你也别装了，老实交代吧，是不是想抢锦荣的婚事才下的药？今日可是你的吉比礼，你可真够豁得出去啊！我没有，没有，那你为什么不敢让太医验脉？好了，别逼他了。怎么，不说话了？莫不是忘了在玉楼点100两银子大餐，却没钱结账被扣下的窘迫了？我也听说了，那是穷人乍富，一回来就显摆，丢尽了相府的脸。大家别说了，锦和他或许只是太心急了。江二小姐，这一桌饭菜足足100两银子，您这几两碎银子打发叫花子呢？我的朋友们，您那几位朋友早就散场了，没给钱就把您留这儿了。没钱，那就请在店里待着吧。丢人现眼！一回来就点最贵的菜显摆，相府的脸都让你丢光了。锦和，我的朋友们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别介意啊。就是穷酸样。妹妹，同为女人，
我明白你的心思。你自小被养在外面，你的养娘毕竟是个舞女，难免学些下三滥的手段。难怪，原来是那种地方教出来的，怪不得敢在吉吉里上爬床。我没有，没有。你若问心无愧，为何不敢让太医把脉？让开，太医验脉。王爷，你相信我，我也是被人陷害，我是无辜的。那你心虚什么？让太医看看你的脉象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锦和，让太医看看，若你是清白的，便能服重。心虚了吗？瞧瞧他心虚成什么样了，这药就是他下的，没跑了。青楼里长大的女人都一个样，上赶着爬男人的床，真以为这样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，简直可笑。江丞相，恕我直言，锦荣的品行可比你这个亲女儿高贵100倍。住嘴！事情尚未定论，谁准你们如此议论？当年在皇宫做伴读时，就没学到半分教养吗？王爷，他都心虚的抖成这样了，还用得着验吗？他分明……锦和姑娘这脉象，脉象如何？他根本没有中毒，对不对？太医，快揭穿他的谎言！这脉象与陈王殿下一样躁动急促，是春药伤后的气血虚弱之病。你说什么？两人应是同时中了烈性的银毒，且锦和姑娘的症状比王爷还要严重。这毒发作时必然神志不清，所思所为根本不受掌控。若其间犯下大错，实乃无辜啊！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太医，你一定看错了。老朽在太医院当差40余年，倒是第一次有人敢质疑老朽的医术。别说了。如果你没猫腻，刚才你心虚什么？太医要给你把脉，你为什么拼命躲？我躲是因为……我怕太医把脉时会暴露这些痕迹，若是坏了王爷的清誉，更是不符合世家贵女的端庄。你们说，是不是？他既然真是无辜的，那这下药的会是谁？难道咱们宴会上有刺客？我刚才好像看到锦荣大小姐给王爷和这位真千金都敬了酒。就算江锦和也被下了药，也可能是他为了攀附陈王府，以身入局，兵行险招。不愧是我的亲哥哥，我的心思全被你猜中了。姑娘，这药叫配鸳鸯，原本是给牲畜配种用的。那这下药的会是谁？难道咱们宴会上有刺客？我刚才好像看到锦荣大小姐给王爷和这位真千金都敬了酒。江静茹，你下的是最烈的银毒，却没想到我也敢饮毒自救。现在我就是这世间最完美的受害者。哥哥，你一定要把我想得如此卑劣，才肯甘心。哥哥的意思是说，我为了攀附王府，不惜抛弃清白，甚至不顾性命安危，给自己下这种重剂量的毒药。在爹娘眼里，我难不成也是如此不堪的恶人？如此不堪的恶人！爹娘，我才是跟你们流着同样血液的亲女儿啊！
江锦荣在污蔑我时，何尝不是在污蔑江家所有人？他这是在打江家的脸啊！王爷，还记得妾身方才说的吗？今日吉巴里，你和我都喝了江锦荣敬的酒。我敬的酒没有问题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。现在下药可不一定要在酒里，也可能在器具上。王爷，让人把他敬酒时用的酒壶和杯子拿来一查，真相便知。来人！王爷，你怀疑我吗？我们相识多年，我什么品行你难道不清楚？锦荣，你是什么品行？本王的确要再考察一二。该死！若是杯子上的猫腻被发现，不，吉吉里上经手过酒具的人那么多，未必能全怪在我头上。我清者自清，不怕王爷追查。我要检举！我要检举！冤枉！王爷，张文轩在污蔑我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！段源，前世我下嫁的那个赌徒烂人。王爷，此人名叫段源，他招供，有人指使他在吉比礼上给王爷下药。别怕，有本王在。王爷相爷，我要检举段源这厮胆大包天，欲行不轨。放肆！外院书生未经传唤不得入内。段源，谁给你的胆子闯入内院？相爷息怒，今日一早，草民便见段源鬼鬼祟祟潜入内院花园。内院乃千金与少爷起居之地，草民唯恐他冲撞贵人，便一路跟踪，果然瞧见他藏在假山里守株待兔。段源、江锦荣，你们的算盘打得真响。若不是我重生，现在假山后被你威胁、被众人捉奸的人，就是我。方才锦和小姐跌跌撞撞进了内院，段源立刻就从假山钻了出来，从那儿四处寻觅，甚至徘徊在厢房门口，一间一间的推门，那样子分明就是在搜寻猎物。相爷，草民受您知遇之恩，绝不容许这种人坏了小姐的吉吉礼。这是草民拿下他时从他身上搜出的赃物。这方巾里也醋了那烈性银毒，这畜生是有备而来，想对小姐图谋不轨啊！竟然如此胆大包天！放肆！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在相府行此龌龊之事？王爷，我只是个听命行事的，敢指使我干这种事的，当然只有江皇后娘娘驾到。就差一点点。江锦荣，你果然还是指望你的大靠山来救命。皇后最恨床地算计，这次你又想先发制人吗？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娘娘，你要为陈王殿下做主啊！江景和他卑劣成性，竟动用青楼里那些下等路数，设计勾引了陈王殿下。血，娘孩子保不住了。
江锦荣这一句青楼路数，直接把我打成了第二个害他流产的丽嫔。好，母后，此事另有蹊跷。江锦和他……够了，无媒无聘，私下苟合，极为不贞。赐你白绫自绝，本宫会成全你死后体面。母后，不可！江锦和也是受害者。你怎知他纯然无辜？女人的心思你看得透吗？你别跟你父皇一样，被人骗了还替他数钱。在皇后面前，我的手段确实是班门弄斧。来人，送江二小姐上路。前世你们为了名声舍弃我，今生你们依然不敢开口。够了！若说是真，今日儿臣也失了君子的忠贞。母后既要赐死，不如多给一根白绫，把儿臣也一并吊死算了。皇儿，你疯了不成？不问前因后果就下杀刑，母后这么做，跟滥杀无辜有什么区别？还有你们，皇后在此是来主持公道的，现在真相未明，你们一个两个的倒都成哑巴了。王爷，查清楚了。母后请上座。此事事出有因，分明是奸人故意做局。母后既然来了，不如听完证据再下断定。回皇后王爷，今日江锦荣小姐敬酒用的酒具上确实发现淬了毒的痕迹，配鸳鸯。这药性极烈，原是民间用来给牲畜配种的药。配鸳鸯，这药性极烈，原是民间用来给牲畜配种的药物。今日王爷和江小姐之所以失态，罪魁祸首便是他们。不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！这些酒剂不知道过了多少人的手，王爷娘娘，臣女也是被人陷害了。锦荣，太医说那银毒差点要了王爷的命。事到如今，难道是你在贼喊捉贼？娘娘，我没有。证据确凿，江锦荣，你必死无疑。母后，此事昭然若揭，是书生段元对相府千金起了色心，动了歹意，这才潜入内院往酒里下了药。来人，把段元拖下去，行阉割之刑，再押去绞杀。我不服，我只是个办事的，主谋是江。王爷，事情没这么简单。幕后的主谋分明是江锦荣，他明明知道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把所有罪名都推给段元？从今日起，江锦荣禁足思过，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不得出阁楼半步。顾九昭，你为了保下江锦荣，江锦荣，你可知罪？母后，江锦和阴差阳错替儿臣解了银毒，他既是无辜受害，儿臣愿意为他负责。九昭，你……父皇本就有意让陈王府与相府联姻，江锦和既然是相府真千金，那么这桩婚约理应由他来履行。本王会以3书6礼，明媒正娶，迎娶丞相千金江锦殿为陈王妃。你想保她，却也要保我的名节，以此断了皇后的杀心。真不愧是陈王，平衡利弊的高手。罢了，
你自己去向你父皇请旨吧。王爷是在跟锦荣赌气吗？明明与王爷两情相悦的人是我，今日您怎能说要江锦和做您的王妃？王爷，您知道江锦和流落在外时是被什么人养大的吗？他手段肮脏，今日相逢那一出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锦荣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撒谎？杯沿和杯底都被测了毒，太医亲口验过，任何液体入杯都会立刻变成烈性银药。在酒里下毒太容易露马脚，所以你才在酒具上动心思。如果本王没猜错，段远也是你引狼入室的。你想给锦瑜下药，再安排段远那个畜生，毁了他的清白。王爷，如此，相府千金的名号就只属于你，你也成了陈王妃的唯一人选，对不对？你在酒盏底部做了红色记号，可惜你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记号太隐蔽，你慌乱中弄混了杯子，连本王也一并算计了进去。你甚至想借我母后的手直接扳倒她，好一个弱女子！江锦柔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利用本王来替你谋算人心！王爷，我不是故意要害你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不是的，王爷，我的确是想给江锦和教训，可那也是因为他跟段远本就私下交好啊。我是想成全他们，是江锦和不安分，非要抢我的东西，我只是不想让他毁了江家的名誉啊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江锦荣，你的戏演得再好，也盖不住这满地的证据。你为什么？我只是想成全他们。是江锦和亲口说想跟段权私奔，我只是想在吉壁里这天如了他的愿而已。江锦荣，你果然还是那招半真半假的泼脏水，想让人生疑。王爷，我真的没想过算计您啊！是江锦和，一定是他趁乱调换了杯子，才害得王爷您失了态。王爷，我爱您啊！臣女仰慕您多年，做梦都想当您的发妻。我爱你，我怎么舍得伤害您？这一切都是江锦涵害的，我们才是夫妻啊！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在不知悔改的攀污！侍卫已经查得一清二楚，那套酒具从头到尾只有你碰过，还有段源。段源房里搜出了一张江氏银票，那上面沾着你从小用到大的奇兰香。江锦荣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这些证据，本王没有直呈给母后，甚至让人搅烂了段源的舌头。若不是本王替你遮掩，今日被刺死的就该是你了。给皇子下药，那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本王今日护你，是还了你这些年的痴情。从今日起，本王与你再无半点瓜葛，你也别想再肖想陈王妃的位置。记住了，你如今针对她，就是在针对本王。王爷，您说这样的话，是来诛妾身的心吗？诛心？我与江锦和的酒，可是你亲手递上来的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选的。顾九昭，你终究还是念了旧情，不过也好，这局棋还要继续。二小姐，这厮不干不净，奉王爷之命在此灭口。此人想毁我清白，两位大哥可否行个方便，让我解一解气？小姐既然是未来的陈王妃，自然可以，只是怕脏了您的手。不会，我只出口恶气，绝不耽误你们的正事。
两位，请继续吧。是。锦和，旨意已下，你只需安心待驾。王爷可以帮我带上吗？不好了，王爷、香爷，锦荣像在阁楼上掉了。王爷，王爷慢些。贾寻死，连勒痕都舍不得勒真一点。别救我，让我去死吧！我没脸活了，让我以死谢罪吧！你何苦这么想不开？何苦啊！何苦啊！锦荣，爹娘还在这里，我们都把你当亲女儿看，哪怕犯了错，改过就是了。孩子，是啊，就算天塌下来，还有哥哥给你顶着。天塌下来，哥哥扛。回王爷，锦荣小姐并无大碍，只是受将过度，心思郁结所致。罢了，禁足令暂撤，让她在府内走动散心吧，莫要再憋出病来。江锦和，你为什么让人把喜糖送到我方阁去？你明知道锦荣现在心里不好受，你非要存心恶心她是吧？哥哥，你误会了。太医说姐姐心思郁结，我是想着糖是甜的，送过去让她尝尝喜甜，也沾沾我的喜气，说不定她心病好得快些呢。你到了现在还敢阴阳怪气？哥哥真是误会妹妹了。哥哥替妹妹尝尝哪个口味更好，好在大婚那日招待贵客。谁稀罕沾你的晦气？小姐，这个都是选了好久的款式，大公子也太……不必剪了，你去前面传个话，就说哥哥今日为了长姐，特意跑来和我大吵一架。是。锦和，大哥今日为了我跟你起争执，我已经骂过他了。你们真是兄妹情深啊，倒是衬得我像个外人。我在这个家18年，不是亲兄妹也胜似亲兄妹了。之前是我不好，想要的太多，病了这一场，我也想通了。哥哥在御宴阁等你，想亲口跟你道歉。锦和，看在兄妹情分上，你可别驳了他的面子。这是在相府，是你的家，怎么怕我吃了你不成？好啊，我随你去见哥哥。那走吧。这味道是配鸳鸯，江锦荣，你居然还想拿他对付我？锦和，快进去吧，哥哥就在屏风后面等着你呢。江锦荣，这种送羊入虎口的损招，我当年早就见烂了。什么？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位裴鸳鸯，我就成全你。妹妹，救救我！王爷、爹、娘，你们可找到姐姐了？我也在这林子里寻了好久。儿啊，我的儿啊，你怎么了？
还有气，快抬回房！大哥，救我！娘，他要害我，他给我下毒，我才变成这样。江锦荣，你竟然敢这样对他！你对得起我们江家对你18年的养育之恩吗？王爷，王爷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王爷，王爷，姐姐定是无心之失，王爷您千万保重身体，别气急攻心。顾九章，这口血之后，你对他江锦人该彻底绝望死心了。爹娘，真的不是我没有做这样的事，娘，求您相信我。是你，江锦寒，你好歹毒，你好歹毒啊！你竟然设局让我，不是我。姐姐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哥哥中的那种毒，整个相府只有你一人有，且只有你有这种下毒的前科。你现在在这儿贼喊捉贼做什么？若我没猜错，姐姐是看自己已经嫁不了陈王殿下，又怕被相府厌弃赶出门，所以才豁出这张脸，也要争一个相府儿媳的位置当一当，是也不是？从小到大，我连重话都舍不得对说半句，哪怕知道你并非亲生，我也没忍心责怪过你。江锦荣，你本是那个无女所生，是我相府给了你18年的荣华娇养，是我和你爹呕心沥血把你培养成大家闺秀，我们为你谋划天成，看你比亲生女儿还重，可你是怎么报答我们的？今天让你算计皇储，那是拿江家满门九族的性命在开玩笑。如今你得寸进尺，居然算计到你两兄头上，你是想毁了我儿子的前程，还是想毁了我江家100年的基业？当时我就该早早把你赶出家门。当初认回我，你们舍不得赶他走；劫机里他闯祸，你们不忍心追击。如今他碰了你们宝贝儿子，动了江家根基，你们才慌了。爹，喝药吧。医说了，您这是急火攻心，跟陈王殿下的症状一模一样。喝了药，很快就能好了。是爹爹错了。爹爹不该偏心一个外人，冷落了我这么好的亲生女儿。爹，都过去了，都是爹娘不好。以前真是猪油蒙了心，竟去偏袒那样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原来你们心里一直都清楚，之前待我有多偏心，多刻薄。爹娘，你们快别这么说，真是折煞女儿了。女儿明白爹娘持家的苦衷，从来不敢有半点怨言。可今日之事，连陈王都亲眼看见了，这丑闻该如何收场才好啊？爹娘，不如听女儿一言。和儿仔细说说。哥哥对江锦荣心软，是因为两人自小一起长大，离得太近，只要把他2人拆开就好。女儿的拙见是让陈王殿下把哥哥调去边境磨练2年，让他一边思过一边立功。若只在荒城的金窝里养着，对哥哥的前程也不好。有理。那江锦那个养女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锦荣姐姐在皇城多年，也算小有名气。若相府此时将她驱逐出府，只怕会引来言官非议。不如就给她配门婚事，远嫁出去。如此一来，外人也挑不出错。和儿不愧是我的亲女儿，这份胆识真有我年轻时的风采。那是自然，我生的女儿岂会差了？可这主意虽好，一时半刻的，去哪里配门合适的婚事？爹娘忘了，那日检举对段园的书生张文轩，虽然家境贫寒，但人瞧着还算正直老实。他原本就是武女生的出身，配给张文轩都算他高攀了。小姐果然信守承诺，小生特来拜谢。我说过，只要事情办成，会给你安排一桩好婚事作为酬谢。这相府养了18年的贵女，配给你，你可满意？满意，太满意了，多谢小姐成全。张文轩不过是第2个段员，这等好福气，原原本本还给你。
没放糖吗？不好意思，王爷，我又忘放糖了。你们这些小姑娘不都最喜欢吃甜的吗？竟然还能忘放糖！小时候跟在养娘身边，她从不让我碰家里的糖。她说糖很贵，像我这种丫头不配吃。先别说，以后你想吃多少糖都行，本王给你买。刚才竟没发现这陈年旧疤，谁伤的？王爷，别问了，说出来怕脏了您的耳朵。说。那日集巴里，姐姐当众说我是舞女养大的，其实她没污蔑我。我的养娘，也就是江锦荣的生母，当年的确是青楼的花魁。当年她怀了身孕却找不到生父，便仗着花魁的人脉，打听到丞相夫人上山祈福的消息。她雇了强盗，生生将待产的丞相夫人逼进了破庙。所以在那破庙里，她调包了孩子。2个妇人同时生产，她亲手换了襁褓，给她的亲生女儿换了个富贵前程，而我只能跟着她在那烟花之地讨生活。我8岁那年，她被客人打了，我冲进去想保护她，被溅起的花瓶碎片划破了胳膊。后来她嫌我胆小，便逼我去街头献舞卖艺。没过多久，她指着丞相府对我说，只要我把舞练好，就能进府给那位千金小姐献舞。她是想带你进府偷偷看她的亲生女儿。是啊，可进相府的前提是，她要我亲手划破自己的脸，怕我这张脸惹了夫人的疑心。王爷，您是不是还没见过我跳舞？对不起，景豪。你王爷可知我是怎么被认回相府的？难道不是相府寻亲？是王爷那日领亲劝下马进的误会。那日领头的是我娘亲哥哥，舅舅见我相亲的时候，这才起了疑心，一路查下去，这才把我认回了相府。所以，我心里真的很感激陈王殿下。不必谢我，是命把我们连在了一起。原来我们早有缘分。当一个男人开始心疼你，对你感到愧疚时，离他真正爱上你也就不远了。但顾九昭，我没有说的是，当年那场重逢，是我用血换来的。以后，在这京城，没人敢再轻视你。江将军，陈王府军令已到，请立即启程前往东边边境，不得有误。锦荣还在病中，我现在走。逆子，你还想违抗军令不成？在边境好好历练，别再整天惦记些歪门邪道。这些嫁衣首饰也太敷衍了。小姐息怒，我过了门就是这江家正儿八经的女主人，就算时间赶了点，你们怎敢拿这种次货来怠慢我？江锦和，你还敢来？我为何不敢？做亏心事的人又不是我，给江浩决生下药是你干的吧？你故意让江浩宇来激怒我，再借着道歉的名义把我骗去御宴阁，等药效最浓的时候，你再去惊动爹娘和陈王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成了罪人，爹娘会厌弃我，陈王也会退婚。姐姐，你这心思可真是歹毒啊！你凭什么空口白牙在这诬陷我？
江锦荣，你记住，我对你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再得意又如何？以后在这个家里，你见了我都得喊一声嫂子，你得敬我做长辈。你笑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姐姐，这一路你好走。江浩宇呢？今日我与他大婚，他怎么一直不露面？小姐，吉时已到，上轿吧。小姐，别误了时辰。你上轿。娘子，可是在找我？张文贤，怎么是你？娘子，你好香啊！放肆！张文轩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今日是我大婚之日，你敢如此无礼，就不怕江浩宇把你逐出相府吗？娘子说大公子啊，他早就投军去了，前日便已出发，如今怕是都快到边境了。丞相大人亲口把你许配给了我，今夜就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。不可能！爹娘不可能这样放弃我，江浩宇他也不敢这样负我，你骗我！娘子，你早就身败名裂了，现在的丞相府可没人愿意再保你。你如今唯一的归宿，就是做我张文宪的妻子。滚开！我不信！我要见丞相，我要见主母！站住！前厅正在办陈王与陈王妃的大婚典礼，你一个外人也想去砸相府的场面？外人？我是丞相府的嫡女千金，你们这群奴才敢拦我？你不过是个被调包过来的赝品，丞相大人已经容不下你了，你与外人无异。识相的，现在就坐着花轿乖乖离开，否则别怪我们动手驱赶，让你最后一点颜面都丢尽了。别碰我！放开我！娘子，咱们回府洞房。放我出去！瞧瞧陈王殿下，竟是一步路都舍不得王妃走，真是宠到了骨子里。这婚后可不是要当成眼珠子一样疼啊！王妃生下世子，当真是大功一件。瞧您这气色，保养的可真好，哪像刚生过孩子的呀？王妃，以前是微臣有眼不识泰山，当年全被那江锦荣教唆，这杯茶全当赔礼，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。本王妃如今身子乏得很，这茶先放着吧。我要见太子！我要见太子殿下！我有冤要诉！殿下，求您见我一面！是何人在此喧哗？哪来的疯妇？殿下，是我啊！我是锦荣啊！殿下，你看看我，我是锦荣。来人，将这疯妇拖走！不，我不走，我有冤！放开我！我要见太子！景和，救救我！玉儿方才吵着要爹爹抱，姑先去哄孩子。去吧，这事儿我来处理。外面冷，别着凉。
也别为这种人费太多心思了，不值得。王爷放心，我明白。殿下，我是锦荣，我是锦荣啊！景和，求求你让我见殿下一面。你以为到了今天还会有人帮你吗？你做的那些事足够你死100次，留你一条命，以示王爷为此。滚吧，永远别再出现在东宫。妹妹，求你施舍我一二，我的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。张文贤那个畜生，天天吃喝玩乐，对我抽筋吸血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我拦了哥哥的队伍，他对我视若无睹。我去求相府，爹娘都有点闭门不见。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妹妹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，赏我一口饭吃。妹妹，以前都是姐姐的错，求你救救我。虽说赏我点什么都好，只要能让我在皇城立足就行。这簪子可够？姐姐，这些年过得很不如意吧？这根本就不对，梦里不是这样的。梦里做太子妃的是我，沦为弃妇的人应该是你江景和。是你抢了我的气运，本来这一切荣华富贵都是我的。姐姐，梦该醒了。救我！马永俊，何时想起来的？3年前我出嫁那日，摔破了额头，便都想起来了。好啊，我生怕你想不起来。这3年你一定在想，我拥有的一切本该是你的，凭什么我抢了你的一切？你一定很痛苦。夜夜不甘到睡不着觉，白天光是想想都能气到呕血。人虽活着，却深受无间之苦，是不是？听你这意思，张文轩那厮居然还活着，这样也好，我会派人把你送回他身边去。毕竟，你们这桩婚事还是我金口玉言亲自撮合出来的。是你，竟然是你亲手把我推下地狱！妹妹，求你别把我送回去，他会打死我的，他会打死我的，一定会打死我的！不要，景和，求你不要把我送回张文轩身边，他会打死我的，在那我生不如死，生不如死！太子妃的金簪，我做梦都想戴上它。你是想赌一把前世与他的夫妻情分，便以为这一世他也一定对你余情未了。江锦荣，你太天真了。殿下，殿下，锦荣好疼啊！殿下，不必管他，把卫兵都撤了。殿下。娘亲，江锦荣刚才在门口捅了自己一刀，这会儿正倒在雪地里，声声唤你的名字，等着你去救命呢。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你进来就为了说这个？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。知道了，快来看看，我今日手把手教玉儿写了字。哦，写了什么字啊？这是臣，这是玉。娘亲，看玉儿写的。玉儿真棒。是玉儿娘亲的名字。娘
娘亲，爸爸。玉儿真厉害，这么快就会写娘亲的名字了。只夸玉儿，我呢？玉儿的爹爹厉不厉害？厉害厉害，王爷最厉害了。就这样。不许动，让我抱会儿。